好，接下来我们也会在过年期间特别来关心到，其实这一场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进入到第5年了。很不幸的，现在死伤人数统计已经将近是200万人了。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做发展？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评估，请到现场的专家。好，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是 CSIS 的最新推算，到今年的春天预估就会死伤正式突破200万人，其中俄罗斯方面累积的伤亡人数120万人，乌克兰也有60万的士兵伤亡了。好，3个接下来俄乌战争可能会发生的剧本，等一下来看看哪一个比较有可能是未来的走向。第一个，两国会持续的交战，并且继续绞肉战，那么外交的方面则是会停摆卡死。第二个事情是对乌克兰比较不利，乌克兰会先撑不住，基辅被迫割让领土跟限制军力的规模。第三个，对于俄罗斯来说比较不利，就是因为它的经济先断气了，俄方将会无法无限期的支持战争，所以接下来得用谈判的方式来做进行。哪一个比较有可能？舰长怎么看？首先我要说，2026你叫我对俄乌战争的第一个预期是它会停战，它会出现和平方案。为什么？因为现在双方在谈嘛，这一直在奔波的是美国，美国跟俄罗斯谈，美国跟乌克兰谈，有史以来4年多的第一次是今年的1月23号到24号在阿联酋的阿布达比，三方第一次坐下来。然后当双方一起说，而且都是有一些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他大致已经得到了一个共识。好比说，我跟你讲，我在跟干哥讲，你们两个都是两个完全不一样讲，我叫你们坐下来干什么？我叫你们坐下来，基本上就大致是定了。那上一次谈完之后，当然还没有得到最后共识。他们现在讲2月1号还要进行第2次，我认为这一次一定会，大概今年一定会有中战，大家都打累了。那如果万一还有谁坚持怎么样？那现在最难解决的就是让土地，因为在个顿巴斯地区，这个乌克兰还有一些军队在那里，你要这些军队你都要撤走，这个对他的主权、对他的颜面是很糟糕的事，很少人敢答应。那如果你就是坚持说不退，那就会继续打下去，继续打下去，跟以前的战争形式会不一样，因为所有的战争都有一个叫做战略重心。好比说，我今天要跟你打仗哦。死拼那是没意思的，你死人我死人，我要干嘛？我要想办法叫你没有办法继续作战下去，那就是要打你的战略重心。好比说英阿福岛战役的时候，阿根廷是傻瓜，打了他的什么巡防舰什么的，他要是打了他唯一的一艘那种航母这航母一打掉，他就没有战斗机在那里了，你没有制空，你就通通退回去。他退回去之后，那个柴契尔夫人会颜面无光这样回来，柴契尔夫人都会下台。但是结果他没有打他的那个战略中心。那今天在这里乌克兰这里的，我觉得他们的战略中心是什么呢？能源。到最后我就是远程精准打击，我的人不要再上战场，我就一直攻你的这个能源。能源有炼油厂，有发电厂，这些东西又大又固定。我要打你打到受伤，你到最后能源没有，你就很难以为继。我觉得双方现在大概保持这种，都在保持这种。那至于你说最后谁会很惨？你想都不要想，一定是乌克兰。为什么你知道？有一句话叫做“合伙的生意很难做”。北约这里32个国家，乌克兰1个国家，总共有33个国家。俄罗斯这里只有1个国家，一个国家打33个国家，你觉得好辛苦哦。其实最辛苦的是要取得共识，你知道吗？这些以前美国在这里的时候，他是老大，他力量够。北约大部分的军备超过7成7成都是美国在出的。这个时候，这个人讲话是有效的，他可以把它团结起来。可是老大一抽腿，说我不管了，你们自己去弄。这里我跟你讲，会吵成一团。谁是老大？谁是领头羊？没有领头羊，那我问你，乌克兰指望谁？他能指望谁？指望美国回来吗？不可能的。美国现在逼着你就是要和谈，所以我觉得如果继续下去，乌克兰他的希望在哪我不知道，但是俄罗斯呢？俄罗斯还是原来的那一个俄罗斯，一点都没有改变。但是这一边已经就很难再凝聚团结在一起。说这样的状况谁会赢？过去32+1都没有打赢这个国家，未来这里一下混乱，还能打赢吗？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乌克兰必败。好，这个时候因为美国抽身了，现在乌克兰的情势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那今年可能会有什么重大突破？厉将军又怎么看？其实这个战争快打1年了哈。这4年前，2020年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这个2月开打了。那时候大家都认为说这场战争可能1天或2天就结束，
因为俄乌双方来讲，确实是战力有天壤之别了。但是没想到乌克兰居然撑了4年，到现在还没投降。那今年会怎么发展？我先将到现在为止的战场状况跟各位观众说明一下哈。现在战场上面，这个俄罗斯正在展开它所谓的冬季攻势哈，从北边的库皮扬斯克，然后南边的红利曼哈，一直到这个最南边的扎波罗热这边，都在全线发动攻势哈。那战况目前战场上面确实是对俄罗斯有利的，可是它进展速度还是有限，毕竟这个战线是非常长，有1000多公里。这个广大的面积，那他也不可能说一次就这个逼迫乌克兰投降。那原来我们认为是红军村如果说夺取之后控制了这个战略要点，乌克兰可能就要投降了。但是事实上乌克兰还蛮顽强的，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看到乌克兰愿意投降。紧接着第二点，我们要看这几个国家的脑袋在想些什么。第一个，我们讲的是泽伦斯基。泽伦斯基现在脑袋想的是，他不要当一个这个投降的总统，因为他会变成历史的罪人，所以他现在硬是盯在那边，还继续会撑下去。我想他到目前为止看不出来他有要投降他也不敢投降，不然的话他会被这个乌克兰所谓极右派的人吊路灯第二个，我们看普京在想什么？普京很明显的从跟阿拉斯加再跟川普见完面之后，他开出的条件就已经讲明得很清楚叫乌克兰要无条件全部让出顿巴斯地区。那如果说你不让出的话，他就极可能在这个南边这边继续向赫尔松来发动攻势。所以说是我认为说是这个以普京来讲的话，他会继续再打下去那我个人去年的时候，我曾经到俄罗斯去旅游一趟，我觉得他们社会上面感觉不到战争的气氛，所以他有没有能力打？我觉得他有能力继续打下去。那我们看川普在想什么？川普现在想的就是诺贝尔和平奖，他一想将这场战争摁下去。他另外第一个他想的是他个人是诺贝尔和平奖，第二个是他当初这个他认为说是拜登在俄乌战争里面这个丢进去了1500亿的美金，他要怎么捞回来？他脑袋想的是这个，就是停止战争以后，他现在想的是这个房地产商战后重建的问题，怎么在重建把美国已经丢进去的钱拉回来？那欧洲在想什么？欧洲想说，如果说是你乌克兰败战的话，那我们是不是直接要面对这只北极熊，直接面对俄罗斯的威胁？所以这个北约这些国家会继续给乌克兰打鸡血，让他们继续撑到底啊！在美国不支援钱没关系，我们凑钱给你，你继续撑到底。所以依照我刚刚以上的判断，我认为说是在今年就是2026年，我觉得俄乌战争目前还看不到一个结束的时候。虽然说双方目前在这个阿联酋有举办会谈，但是谈的都只是一些皮毛的问题了，这个核心问题根本就不可能谈得到。比如说是顿巴斯领土的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谈到，谈到的只是一些技术性，怎么样交换俘虏啊，怎么样交换遗体这个伤亡的遗体，谈这些枝枝节节的事情，真的核心问题没有谈到。第二个，我觉得谈不出来，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说，这是俄罗斯派出去的代表，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决策权只是说看出来普京只是虚晃一招，你们要和谈嘛，我就派一些人去给你谈。那这些人看得出来，他并没有任何的决策权。所以在这个，我认为说今年当然对乌克兰老百姓，这是最不幸的一个消息。如果继续打下去，最会被战争这个带到这个痛苦的深渊里面，继续断垣残壁，继续我觉得是俄罗斯的是乌克兰的老百姓那你说战场今年俄罗斯会不会就一举这个夺得胜利？我觉得也很难。毕竟这个广大的作战面积已经打了4年了，对。那目前来讲还是继续在顿巴斯这个战线上面彼此在那边坚持在这边。虽然说是双方互有胜负，可是如果说要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我觉得俄罗斯还必须要加把劲。短期之间，我认为按照战场上的部署，还看不出来俄罗斯能够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好，现在看起来俄乌战争是一场无止境的一个长期的消耗战。那美国已经逐渐抽手，但是在乌克兰的背后还是有北约持续的对乌克兰打鸡血。那现在其实华府担心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中国大陆呢？中国大陆会不会在今年有不一样的态度，或者在这个武器方面或是否会有所供应？因为现在美国的智库做了一个最新披露，是来自于他们的战争研究所
所说，俄罗斯能够撑到今天，关键的武器就是因为来自于大陆的供应链。那他也特别提到了，包括了榛果树飞弹跟见证者无人机的核心关键，都是因为中国大陆这边有提供这种价值数百万美元的电子零件，把它拼装而成的。虽然说中国大陆没有直接，他也不愿意直接提供武器，但是像俄罗斯提供这种军民两用的零件和设备，现在华府智库指说还是有的。那干哥怎么看中俄今年的合作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好，我今天特别带来这个就叫什么？这叫榛果树飞弹。榛果树飞弹，它其实它在发射与准备的过程之中，只需要20分钟，它就可以开始进行干嘛？进行打击。榛果树飞弹它是改良自 RS-26白杨洲际弹道飞弹。大家仔细看，它的发射准备就是，如果它今天已经到了阵地的时候，它开始升起来，1、2、3、4、5、6、7、8，几乎它可以在2分钟之内完全升起这枚洲际弹道飞弹。然后大家要知道，它的打击目标可以达到多少个？可以达到6个。然后呢，这枚飞弹的最大速度叫多少？10倍音速，那就是高超音速的极音速飞弹。像这样子的飞弹车，我告诉各位，它所有的关键技术跟零件都来自中国，包括什么？你想得到的，通通来自中国。为什么？因为这一枚飞弹在2024年11月，俄罗斯尝试的第一次发射之后，打到乌克兰西部的城市，但接下来就没有讯息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俄罗斯没办法支援这种新飞弹。后来现在又开始生产了。原来我们知道了，北京向俄罗斯提供了生产高超音速飞弹的 CNC 机床设备，这个非常重要，因为俄罗斯没有办法一夜之间，因为它要应付太多了，它还要生产伊斯坎德飞弹，它还要生产各式各样的那种洲际飞弹，所以说它根本没有办法有这么多的产能。它跟美国一样，它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因为俄罗斯的经济已经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它根本支撑不了。于是由北京提供了，我可以告诉各位，微晶片、电子电路板、轴承、雷达、电子战晶体、测量仪等等，这些都是这个飞弹所必须要具有的零组件。那大家就晓得说，哈，原来都是中国在支撑它。对，你知道这个总共多少吗？我现在随便讲一讲，数十亿美金，我们还看不到的不知道有多少。好，你看完了这个洲际飞弹之后，我们再来看有一个更可怕的东西，叫做什么？叫做无人机大队。无人机大队里面，其实俄罗斯使用的是什么？又快、便宜、数量又多，伊朗的见证者无人机。是。好，见证者无人机有个坏处，你知道什么坏处吗？就是说，它要是目标定了以后，它就只是朝它飞去，它没有办法闪，它也没有办法做电子干扰，那就是见证者。但是见证者因为伊朗做的嘛，俄国拿来之后原图纸这样去做，坦白讲很快，生产很快。可是呢，反正这是消耗品，对不对？牺牲很多很大。俄罗斯自己的柳叶刀还比较好一点，因为柳叶刀是什么？柳叶刀是就像我们即将要买的美国的那个 Altius 600跟 Altius 700一样，它是由飞手他就是戴了一个3D 眼镜，然后他在那个过程之中，追击的过程中，飞手也就是操作手，他一定会看着击中目标为止。所以其实柳叶刀是比较精致的一种武器，但柳叶刀就比较贵。那怎么样？没关系，中国来帮你改见证者，中国也出来改见证者，帮你把见证者的能力提升到跟柳叶刀或是接近柳叶刀的程度。所以你就晓得说，既然中国有一个公司叫它叫什么？它叫 VCAN 集团。我们还真的第一次听到这个集团，叫 VCAN 集团。它这个集团说，他说目标可以设定，就是说改攻击啊，你要改，还有你的那个飞行路径要改的时候，这个公司可以提供你就是说软件的套件，让你可以及时放在无人机的上面。我现在心里就在想说，那不是要改很多吗？对，但是大家要知道，大量生产就是中国的这个强项嘛，所以它其实在大量生产这个软件套件的时候不是问题，它会快速提升
俄罗斯见证者这个无人机部队的打击能力。所以我认为啊，这个上半年可能俄乌战争之中哦，见证者的能力要是提升的话，一定会被那个北约组织的将领给吓一大跳，说啊，他为什么现在飞得又高，然后飞得又久，打得又准，谁干的？中国帮的忙。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